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学习直观次第决定之理。仁波切在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曾经说过，我现在记一个大略的，说一般说来呢，只看片面几句经文，就认为呢经典的意思是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话呢，很容易造成错误的理解。必须呢把经文，就是前文和后文加以对照，然后看看经典是怎么说的，并且观察其他经典所说的内容，要融会贯通，这样的话才能对经论的内涵呢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宗喀巴大师呢就是这样做的，引用了许多经文的关键也在这里。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懂得这么做的话呢，就会像广论里边举的说，西藏过去的某些先贤认为在获得寂止前可以先修起圣观，然后产生这类的错误的想法，而且他们也不是说没有学，有学经论，有经论的依据，但是呢，无论是哪一部经论，如果无法完整的学习它的内意的话呢，只了解了其中的片面的部分的内容，其实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理解。如果这种各式各样的理解都认为自己是对某一个经论的很正确的理解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因此呢，宗喀巴大师在引用了很多经典，并且经过完整圆满的这个思择之后，然后为我们呢抉择出了最究竟的意涵，所以这是何等的幸事。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学，然后请大家翻开广论345页倒数第5行，然后请看原文，有找到行吗？有找到吧？又此止观次第，是就最初新生之时应如是修，后亦可先修毗婆舍那，次修奢摩他，故无决定次第。那么这一段呢，就说前面提到的寂止与圣观的次第，它有个条件，就是必须先获得寂止，才能获得圣观。这样的次第呢，是在最初新升起的时候才是如此。可是呢，获得了止观之后，也可以先修毗婆舍那，再修奢摩他。所以次第是不决定的。最初新升起止观的时候，止观的先后次第是不是决定的？是的。但是获得了止观之后，止观的先后次第是不是也是决定的呢？获得了止观之后，止观的先后次第是不决定的。那么接下来呢，就会有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请大家继续看原文。若尔，何故集论说有先得圣观而未得止，彼应依观而勤修止耶？有人问说，那么集论中说，注意集论中说，有些是获得了圣观还没有获得寂止，这是依靠圣观而勤修寂止，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前面学到的，许多经论呢都是必须要先获得寂止，然后才能更进一步的呢获得圣观。这样的次第在最初升起止观的时候是决定的。等一下，
这样的次第在最初升起止观的时候是决定的。那么为什么集论里边会有人获得了圣观，却还没有获得寂止呢？接着呢，我们可以看宗大师是怎么回答的。看原文，答：此非说未得第一静虑尽分定所摄之止，是说未得第一静虑根本定以上之止。此复是说现证四谛矣，次依此观而修第一静虑以上之止。那么我看一下宗大师是怎么回答。宗大师回答说，集论里说有人获得了圣观，却还没有获得寂止。说并不是指呢获得了圣观，却还没有获得第一静虑尽分定所含摄的寂止，而是指呢还没有获得第一静虑根本定以上的寂止。这里边出现了第一静虑尽分定所摄，还有呢第一静虑根本定以上这两个词。那么一般而言呢，获得第一静虑根本定，也就是获得了什么初禅根本定的时候，他超离了欲界；获得了无色界的定的时候，就超离了色界。然后色界与无色界呢，每一重天的高低优劣，也就是从所获得的禅定的优劣来加以区分的。那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第一静虑，第一静虑尽分定。那先了解第一静虑。第一静虑呢，也可以称为初禅。那么色界有4种静虑，第一静虑、第二静虑、第三静虑、第四静虑。那么第一静虑呢，注意，第一静虑可以分为尽分定与根本定。尽分定呢，是根本定的加行。第一静虑根本定的加行的三摩地，就是第一静虑的尽分定。修行人在最初获得了奢摩他的时候，注意，修行人在最初获得了奢摩他的时候，就获得了第一静虑尽分定。这是一个呢，得到奢摩他的界限。有没有听清楚？没有获得奢摩他，没有获得殊胜清安，就无法获得第一静虑尽分定。虽然获得了第一静虑尽分定，但是还没有获得什么呀？第一静虑的根本定。那么依靠第一静虑的尽分定，透过修行努力，然后才能更进一步的获得了第一静虑的根本定，也就是什么呀？初禅根本定。所以第一静虑的尽分定是第一静虑的根本定的什么呀？加行。也可以说是初禅根本定的加行。那我问一下，什么是初禅根本定的加行啊？什么是第一静虑根本定的加行啊？是什么？能答上来吧？是尽分定，对不对？那么什么是第一静虑的根本定呢？首先总体来说，静虑根本定包含了第一静虑根本定、第二静虑根本定，还有第三静虑根本定、第四静虑根本定。然后在四家合注里边呢，八首尊者有解释说，有的修行者呢注意，有的修行者依靠第一静虑尽分定现证四谛。我再说一遍，有的修行者依靠第一静虑尽分定现证了四谛，修成了现证无我的圣观，然后这个时候呢，成为圣者了。成为圣者之后呢，更进一步修持第一静虑以上的根本定所含摄的寂止。然后这样的修行人呢，
先获得了第一定律进分定所设的记止，之后获得了第一定律进分定所设的胜观。这个时候虽然已经获得了什么呀？止观二者，但是有没有获得第一定律根本定所设的记止？还没有，还没有获得第一定律的根本定所设的记止。那么依靠第一定律进分定所设的胜观，更进一步获得第一定律的根本定所设的记止。讲到这个地方，有没有真相大白的感觉，对不对？哦，原来集论里边才说有人获得胜观而没有获得记止，并不是说获得了胜观却没有获得任何的记止，而是说获得了进分定的胜观，但是还没有获得根本定的记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这个问题呢？就以集论这样的提出来一个问题，再次的去抉择，然后新升起止观的次第，以及获得了止观之后的次第的决定，有没有什么差别呢？刚开始听到第一定律进分定，还有第一定律根本定，然后慢慢我们就会对这样的一个名词熟悉了。因为我们这个名词的翻译都是依照玄奘大师翻译的宗规来翻译的，所以有听清楚吧？那么今天就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